嗨，大家好，我是冒险猪。今天我们要从北路的敦贺站前往京都，我会在京都停留4天。作为京都旅游开场的第一天，今天我们要用 JR Pass 去宇治、东福寺还有清水寺，那就准备出发咯。从北路出发到京都听起来好像很遥远，但是从敦贺站坐特急列车雷鸟号到京都的时间是55分钟。自从北陆新干线开通了之后，把北路跟京都一起规划在旅游行程里变得相当的方便，并且也不会感到舟车劳顿。敦贺站坐新干线跟特急列车的地方是在原本的车站旁边又扩充了一栋新的大楼，因此从闸口走进去一直到坐车的月台需要穿越隧道，大概要花至少7到8分钟的时间，一路上都有指引标示。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雷鸟号是用片假名跟英文来书写， Thunderbird 就是它的列车名称哦。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到了月台时听到广播，才发现雷鸟号整班都是指定席，日本不是每一班列车都有自由席，大家记得坐车前要先确认，因为车长先生小姐是真的每一节车厢都会检查。我也不知道如果万一没划位就直接坐车会有什么后果，总之要小心咯。最后我搭上了8点37分的这班车前往京都。因为浪费了30分钟的时间，就决定不去饭店寄放行李了，直接把行李寄放在京都车站。那我们准备坐 JR 奈良线前往宇治，直接在京都车站内换月台就可以。到目前为止都是使用 JR Pass， 不需要另外花钱买车票哦。京都车站到宇治约20分钟的车程。等一下我们在宇治的行程是慢慢散步，走过宇治桥后，先去吃抹茶料理，然后参观宇治上神社、宇治神社跟平等院。那就一起来探索这个抹茶故乡的迷人地方，跟了解宇治相关的传说与历史吧。宇治因为气候对于抹茶的栽种很适合，从15世纪开始，宇治抹茶在日本就是顶级抹茶的代表。沿着往宇治桥的方向走去，一路上都是当地有名的抹茶品牌餐厅或者是商店，连超市都有贩售抹茶商品。所以到了宇治，怎么可以不来尝尝抹茶料理呢？现在即将前往的是评价还不错的伊藤久右卫门本店。宇治桥这里最有名的就是紫式部的雕像，就让我们稍微在这边停下脚步，观赏一下宇治桥的风景吧。其实宇治桥还有一个关于桥姬诅咒的传说，在丑时3刻，披头散发拿着钉子把稻草人钉在神社的树上的怨妇原型就是桥姬。桥姬因为外遇的丈夫跟神明祈求自己能够化为厉鬼来报复，神明就告诉他，你只要在宇治川的里面浸泡21天就可以成为厉鬼。变成了厉鬼的桥姬，只要看到相恋的情人在宇治桥边相亲相爱，就会诅咒他们分手。桥姬后来也成为了断缘的神明，桥姬神社就在宇治桥的附近哦。就让我们继续前进，再走几分钟就可以抵达准备用餐的餐厅。这家店真的还蛮热门的，门口有很多人排队等着要进去买伴手礼。不过吃饭我没有排到队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lucky。以京都的物价来说，我觉得这里的套餐价格还蛮实惠的。除了有抹茶荞麦面外，还会有一小碗的什锦炊饭，跟一份小的抹茶甜点。不过这里没有提供猪牛料理，对于喜欢吃肉的人来说，这里可能就没这么适合了。除了正餐外，这里的抹茶点心也非常的受欢迎哦。因为我进来的时间才11点多一点，旁边的客人几乎都是点抹茶的点心在享用。西式或者是日式的抹茶点心都有，光是甜点的菜单就满满的一张。最后我还是决定点正餐的套餐，毕竟里面就有附一份迷你的抹茶 parfait， 感觉就很超值。没有等很久，餐点就送来了，那就准备开动咯。我点的是最简单的1490日元的套餐，所以就是清汤挂面再加上一点小鱼板。但光是这样也还不错吃，汤头是蛮香的，荞麦面呢带着一点淡淡的抹茶香。
抹茶荞麦干面条呢，在店里面的商品部有卖，冒险猪有买给妈妈吃，妈妈也蛮喜欢这个味道的。先吃一口原味的之后呢，再加上七味粉，京都的料理就必须来点七味粉才到地。再来还有一份小份的什锦饭，日本人很喜欢把面跟饭放在一起吃。如果认真研究这份餐点的营养成分的话，大概80%都是淀粉，但是好吃就好，出来玩就不想这么多了。最后就是点心收尾，在吃东西方面，我算是一个很挑食的怪咖，不喜欢红豆，还有日式的传统点心。如果有买来吃的话，大概就是想试试味道。这一份迷你抹茶巴菲呢，在日式点心里面算是好吃，不会太甜，里面的食材都给得很有诚意，有白玉汤圆、抹茶果冻、红豆泥跟一点点的水果，还有一片煎饼，可以搭配内馅来吃。这对喜欢抹茶跟红豆控的人来说，有来宇治的话一定要吃一下。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如果把白色的奶油改成冰淇淋就更好了。1490日元这样一份餐点，觉得很满意。据说日本最古老的神社就是在这里，宇治上神社。因为太老了，实际创建的时代不明，但是在西元927年的书籍里面呢，就有看到宇治上神社的记录，因此推测是在更早的年代所建立。这次来到京都的运气真的很好，原本没有预期到会遇到枫叶季，结果现在的枫叶是正红的时候。相传这里所祭拜的神明兔道治郎子命，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到宇治这一带迷路了，是兔子帮忙指引了道路，才让皇太子找到了目的地。因此这边有各式各样的兔子签，超级可爱的哦。据说这里的兔子对结下良缘的心愿特别的灵验哦。主神兔道治郎子皇子的墓就在这附近，他是皇权斗争下而被迫害死亡的。在日本蛮特别的一个文化，就是因为被迫害而死亡的人，例如平将门、菅原道真或者是兔道治郎子等，因为他们是在怨恨的状态下而死去，怕他们会死后变成怨灵作祟，因此特别盖神社来侍奉他们。顺道一提的是，兔道治郎子命跟菅原道真一样，都是学问之神哦。宇治上神社这里还有整个宇治唯一所仅存的宇治七名水之一的桐原水，是天然涌出的泉水，参拜者都可以拿来洗手跟漱口使用。宇治神社就在旁边而已，当然也要一起看看咯。由于兔道治郎子命是学问之神，所以穿越这个智慧之轮便可以获得学问上的保佑。宇治神社这里呢，跟宇治上神社一样，都有很多兔子，也都是祭拜兔道治郎子命。唯一不同的是，宇治上神社还同时祭封兔道治郎子命的爸爸，还有当时逼他自杀的哥哥仁德天皇。大概是希望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能够不要再为了政治而烦恼，可以手牵手和好吧。其实在明治维新以前，这两间神社是合并在一起的。不过不论是宇治神社还是宇治上神社，这两间神社同时都是平等院的镇守社。那就让我们前往平等院去看看吧。沿着宇治川边慢慢走回到平等院，宇治的景点主要都是围绕在宇治川的岸边附近。除了神社外，也有源氏物语博物馆跟体验茶道的对凤庵。对于不想看这么多神社行程的人来说，是很不错的其他选择。走过朝雾桥，穿越宇治公园跟菊桥后，在平等院的旁边会看到一间有卖奇异卡哇的小杂货店，店主人呢是一个人很好的阿嬷。这里有宇治限定版的奇异卡哇哦。这边写说平等院的凤凰堂参观要等1个小时，这次只好先放弃了。说凤凰堂就是平等院的代表，一点都不为过。是平安时代后期，西元1053年，藤原氏掌权时期所建造的。它最大的特色就是盖在池塘中间的岛，
有如漂浮在池上的宫殿，对于当时饥荒与灾难不断的京都，有着向上天祈求重现人间净土的象征。从正面望去，屋梁上所站立的2只凤凰，是凤凰堂名称的由来。日币1万元上的凤凰，就是这2只凤凰哦。平等院的各个建筑，再加上庭院的设计本身就很漂亮，也是赏枫的有名景点之一。凤翔馆这里有梵钟跟11世纪所建造的凤凰等国宝放在这里供参观。这次有点可惜，没有看到凤凰堂的内部，看官网的介绍，内部是非常的漂亮，就等下次再来参观了。平等院建议至少停留1个小时来参观各个院内景点。平等院的参道商店街前呢，非常的好逛。这家增田茶铺专门贩售抹茶的甜点，来吃个抹茶双麒麟吧。双麒麟味道，我觉得好像跟其他地方吃到的抹茶双麒麟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条商店街聚集了各种抹茶料理的餐厅，在这里用午餐感觉也蛮不错的，选择性很多。一个套餐的价格大概是1500到2000日元之间。卖抹茶甜点的店家也不少间，另外有卖各式各样的抹茶品种专门店，跟抹茶相关伴手礼的商店。现在已经下午快要2点了，餐厅前面的人也还是都很多。这里也有一间伊藤久右卫门，冒险族也入手了一些伴手礼。前往东福寺前，简单帮大家整理一下宇治这边的景点地理位置图。面对 JR 宇治车站的位置往右转，沿着马路一直直走，大概5分钟就可以看到宇治桥。在穿越宇治桥，沿着马路往前走约7分钟的位置，就是伊藤久右卫门的本店。在这里用晚餐点后，再往回走一点，沿着一条岔路走进去，大约走5到7分钟就是宇治上神社。宇治上神社的旁边就是宇治神社，宇治神社就在宇治川边。走过朝雾桥后，再穿越菊桥就是卖奇异卡哇的杂货店。在参道商店街尾巴的位置，商店街的旁边就是平等院，大概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逛完这些景点。其实本来冒险住在宇治之后的行程是安排去福建道和大社，但是因为现在京都的枫叶正红，就决定临时改过来东福寺看枫叶。今天是12月5号，东福寺大概有80%的枫叶都已经转红，来看枫叶的人真的是超多的，当然我也是这其中之一。觉得还蛮幸运的，刚刚没有排到队就可以进去通天桥看枫叶。看完枫叶出来后，发现排队的人变超多。东福寺建于1236年，耗时19年，是京都最大的伽蓝。境内除了有全日本最古老的三门之外，本堂更是代表着镰仓室町时代的古建筑重要代表。本堂内的佛殿更是有本尊15公尺高的释迦佛像与开山国师画圣、照殿司亲笔的禅画等宝物。那我们准备坐公车去清水寺。准备要开始经过热闹的清水坂了。冒险之路上一次来京都的时间是疫情刚过后的2023年1月底，那时候虽然观光客已经慢慢都回来了，但是人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清水坂两旁的店家其实很多也都跟以前不太一样，
现在的时间已经接近4点的关系，所以虽然人潮不少，但是至少不像有一些新闻上报道的画面，整个街道的人挤到水泄不通。想要停下脚步买一点纪念品还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新闻上都提到现在京都已经观光客太多，慢慢的失去了这个千年古都的氛围，不过我是可以理解大家还是会想要来京都的原因。如果不是常常有机会来日本旅游的话，真的还是会很想来京都。毕竟这里有太多代表日本文化的元素，然后也只有清水寺这边才能够1年4季都有一种祭典的气氛，一边穿和服，一边跟大家开心的逛着清水板。在做这一集清水寺影片的时候，顺便看了一下以前不同时期在清水寺旅游的照片，觉得经过时代的变迁，一样的地方感觉却不太一样，很有趣。分享这些照片给大家欣赏。回到了现在了，刚刚看到2006年仁王门照片的时候，是不是很难以想象？只有一个观光客通过仁王门，竟然也有可以跟仁王门拍独照的年代。现在看到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日本一般的神社关门时间大约都是在下午5点左右，但是清水寺是晚上6点才关门。冒险猪也是第一次在黄昏时间到清水寺，才发现清水寺的夕阳原来这么漂亮。现在我们要慢慢前往主战区，清水舞台的对面那边人山人海，光是挤进去就要等10分钟，毕竟大家都想拍到最美的景色。有没有吗？没了。眼前的阴雨之龙就是清水寺开创的起源，这里流出来的泉水是日本10大名泉之首。清水寺有1250年的历史，很难想象在1000多年前的清水寺这一带其实非常的荒凉，更是京都3大乱葬岗的其中之一。当时盖了清水寺其中之一的理由，也就是为了要抚慰这些孤魂亡灵。那我们的一天也准备结束。介绍一下冒险猪在京都住的地方。冒险猪是住在京都车站正对面的京都法华俱乐部酒店，我觉得很满意。坦白说，他房间很小，但是至少不至于让29寸的行李箱没有打开的位置。然后我最介意的就是干净度，房间很干净，饭店人员也都很 nice。以京都的饭店价格来说，它的 CP 值很高，给大家参考一下。谢谢大家的观看，那我们下一集见，拜拜。